献丑献丑。哦，哎呀，老伯，我虽然不懂画，但看得出来这7张张张都是精品啊。你太抬举我这个老头子了。你是不是从画上看出什么来了？啊，有点眼熟啊。你看看那幅画像不像我们家的美丽？哎呦，真是像啊！这幅画就是照着美丽原型画的。难怪。哎，这是你要的族谱和县志。哦，太好了。我们家呀是上2代才搬到这儿来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小城。这个族谱和县志是解放前出版的，年头太久了，有些残缺。你可一定要好好保管，看后要还给我呀！啊，您放心，一定。来。啊。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信我没有，只有美丽。龙鱼和龙啸的父亲30年前忽然暴病而亡，一句话都没有留下。为了龙啸和龙吟这小哥俩，我自己没有再要孩子，几乎是一口饭一口水把他们2个养大的呀。没想到30年后的今天，这龙吟怎么又步了他父亲的后尘，死的又不明不白，而且这么惨。老伯，您放心，龙吟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定尽快抓住凶手。谢谢。我还有事儿。好，那我就不留你了，你事儿多，这个事儿拜托你了啊。您放心。好，我送你。请。这样，樊姨，你一会儿走这个斜线的时候，不要跟他在一个一条线上。好。啊。好。你还有你那个感觉啊，那个周平啊，你看着他，这样好，我们就来了。我希望你用心的想一想，过去我们在这个屋子曾经说过的许多的话。一个女子不应该受2代人的欺负。停一下，这段戏啊，有点不太对。你要把樊姨内心深处的那种绝望和近似于一种发疯的那种感觉表达出来。那个静美丽这一段还是比较准确的，你自己再琢磨琢磨，好吧？好。你好，您是范云清老师吧？哎，是的。你是？我是刑警队的雷鸣。哦，你就是雷鸣啊？您认识我啊？哎呀，美丽是成天提到你，对你崇拜的不得了，我耳朵听都听熟了。嗨，有点情况想跟您了解一下。哦，好，那这样吧，你们再琢磨琢磨，好吧？再感觉一下。到我办公室去吧。好。来，请坐。好。季美丽不参加你们排练啊？她本来应该参加的，她是在我们戏里边演女1号樊姨，结果突然出了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就换人了。那她今天来过团里吗？来了一会儿，说要打一个讣告，正好我们那个打字员小李不在，我就让他在我的办公室里边打了一份。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好。来，喝点水吧。好，谢谢。对了，
这2天他怎么样？他的情绪很不好，今天来的时候眼睛都是肿的，我们也不好多问他什么，免得他更伤心。那他们平时夫妻关系好吗？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美丽经常把龙英志挂在嘴边，单位有什么活动都经常带他来参加的。但现在好像结婚以后啊，就是他从来不提他了。单位有什么活动，他也不带他来参加，所以他们感情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太了解。那您自己的感觉呢？应该说是还不错吧。美丽是一个非常感性而且情绪化的人，如果有什么事儿，她肯定会表现出来的。我想也是啊。美丽出了这种事儿，我们也很为她难过，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破案。龙英这个人啊，我是见过的，是个好人，真可惜了。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好吗？哎，雷太妈，啊，龙英她到底怎么死的？你不知道？没人告诉我。是谋杀吗？这还是秘密。啊。你先拿下去。哎，对，哎，不对了，我是不是他看错了，对吧？对，天雷没有，没说的，来，就给你天雷没有。美丽，美丽，你别这样。就是龙吟地下有知，他也绝不想你这样。你说的那么容易，要是换了是你，你会怎么想啊？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是钻心的痛。刚才有一个人从你这儿出去了。对，他叫戴强，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学表演的。对，为了留在市里，他去了一家电脑公司，后来就改了行。听说他在公司干得不错，他们公司也很重用他。他认识龙吟吗？他见过，但是他不喜欢龙吟。为什么不喜欢他？我们曾经有过一段，但是我发现他这个人太爱慕虚荣了，所以就跟他分了手。他现在还喜欢你吗？
我跟他说过，我爱的是龙吟，我跟戴强根本不可能。那他一定特妒忌龙吟了。他知道你们家出事儿了吗？他刚刚下飞机就听说了，他刚下飞机就知道了。他去剧院找过我，听范老师说的，所以没来得及回家，就直接来看我了。他还问我，那两个贼有没有偷我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真的什么也没干。谁说你干什么了？那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是让你自己说。说什么？说你都干什么了呀？我什么也没干。你以为我们警察都是吃饱了撑的，拿你开涮的？那是什么意思？大强，你老实点儿，我们可没空给你兜圈子。你们明明是在跟我兜圈子。我给你提个醒吧，你跟靳美丽什么关系啊？同学，好朋友。你以前跟她谈过恋爱，现在对她还不死心是吧？我要找律师。找律师可以，你先回答我们问题。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错，我是喜欢美丽，可是我还没有傻的因为这个就去杀龙吟。你怎么知道龙吟被杀的呀？我到剧院找过金美丽，她不在，是她的同事告诉我的。然后你又去靳美丽家了？在这个时候，作为好朋友，我当然要安慰她一下。再说，这也是我博得她好感的最佳时机呀。你们都聊什么了？还不是安慰她不要太伤心之类的话。你说具体点儿。那我怎么记得清楚啊？你是不是跟他说有贼进龙家的事儿啊？那是别人告诉我的。你还说那两个贼偷没偷什么东西？那是礼貌。家里闹了贼，总要问问人家丢没丢东西。你知道丢什么了吗？好像是客厅里的一座山影插屏。行啊，你戴强，刚回来就把事儿摸得这么清楚，不容易啊。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那是别人告诉我的。谁告诉你的？范老师。哪个范老师啊？范云清老师。是他跟你说的？我上午去了剧院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办公室，所以从他那儿出来，我就直接去了美丽家。你直接回答我问题，我问你是不是范云清告诉你的？想什么呢？快说。是。肯定吗？对，肯定。肯定吗？肯定。可是范云清不知道龙吟是被贼杀死的。是吗？哦，对，是范云清老师说的，龙吟被杀了，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联想到这可能是那贼杀的。你什么时候说可能了？你说很肯定，而且你怎么知道贼是2个不是3个呀？我告诉你啊，这是杀人罪，你扛得住吗你？真的不是我干的。说是你干的了吗？问你是谁干的？我不知道。嘿，戴强，都到这会儿了，你还不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那2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是不是？听他说。确实是我找了2个人去偷的山影插屏，但这是牛三宝让我干的。什么？是他让我去偷山影插屏的，说这个事成之后啊，给我1万块钱。这龙家人都说这山影插屏不值钱，那你为什么还要偷它？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事成之后，除了给那2个人2000块钱以外，我能也净赚8000。干嘛选星期四啊？这是牛三宝告诉我的，只有周四晚上进美丽家没人。你们看出什么来了吗？你们看，这是咱们做的凶案时发生的时候的模拟图。牛三宝的伤口呢，在胳膊、胸口和腿上，分别在肱二头肌、胸大肌和股直肌上。胸部和胳膊的伤势较轻，腿部的较重。那么这3处伤呢，全在身体的左侧，都是以右肩为圆心呈放射状的。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所有的伤口都扎在肌肉非常厚实的非致命部位。你是说
你看哈，我们可以从腿部的这个伤口来分析。那么凶器刺入身体的时候呢，是刀背朝外，刀刃朝里的，刀是从上到下，从外到里刺入这个大腿的。从伤口最后形成的这个形状来看，这样的伤口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可能形成的，除非凶手自己拿刀。对，只有行凶者自己持刀才可能留下这样的伤口。我们再来看哈，接近皮肤的部分和伤口下部的创口十分的整齐，可是中间的部分呢却血肉模糊，所以我们来判断，这个牛三宝啊，当这个刀刺入身体的时候，他感到疼，所以不由自主的就停下来了。可是，一看呢，这刀口很浅，所以他只能咬着牙又继续往下刺。尽管这样呢，伤口依然不深，倒是血流了不少。我早就知道这小子不地道。哎，我们可以反过来再看看龙吟的情况。龙吟身上有2处致命的刀伤，都在背部，他的刀法非常准哈，直接刺入了心脏。但是他身上其他部分呢，没有发现任何的刀伤，所以我们判断凶手是在被害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极其从容的行凶的。那么只有牛三宝有这个条件。你们想，龙吟也就是被害者，他在追贼，贼在前，龙吟在后，这贼怎么可能绕过来从他背后刺他呢？这么说，凶手就是牛三宝。戴强又供出了是牛三宝让他找人去偷那个山影插瓶的。看来啊，牛三宝是早就设好了圈套，等贼一出现，他就拿着刀假装去帮忙了，趁龙吟不备杀掉了他，然后呢，再着把这个罪名呢推到那2个逃之夭夭的山贼身上，这样呢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了龙吟。但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他的动机是什么？你忘了他看季美丽时的眼神了吗？情杀？你还有比这更好的解释吗？你们忘了牛三宝说的那山影插瓶了吧？那个山影插瓶是否值钱，连学识渊博的主人都说不清楚。像牛三宝这种没读过几天书的暴发户，他怎么能识别它的价值，不惜花重金叫人去偷？就算是牛三宝识别了宝物，也知道靳家的每周4晚上是没有人的，他为什么自己不干呢？他们关系那么熟，互相都有钥匙，他无声无息的进去拿走了，不就更方便吗？为什么要花1万块钱呢？刚才你们在审戴强的时候，我在门口听到了几句。戴强讲，牛三宝告诉他靳家周4的时候没有人。那事实上呢，是龙吟在家，也就是说，这牛三宝是有意要等这个龙吟在家的时候，才让小偷去偷这个山影插瓶的。咱们想想啊，如果他真的想得到这个山影插瓶的话，他为什么偏偏选在龙吟在家的时候去偷呢？他怎么就不能做一个更周密的计划呀？你的意思是说，牛三宝主要的目的还是杀龙吟，山影插瓶就是幌子？对，所以我认为就是情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连夜提审牛三宝。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折腾我干什么呀？你为什么杀龙吟啊？恨他。理由？我牛三宝喜欢的女人就从来没有上不了手的，可就这个偏偏这个金美丽。你说这个龙吟有什么呀？他除了会画那么几笔子破画，还有什么？哪一点比我牛三宝强？是不是？像龙吟这样的人，满大街都是。你说他配金美丽吗？别人不配，难道你配吗？那哪儿？这个金美丽在乎龙吟，并不是真的喜欢他，而是怕他。你怎么知道的？我在他们家门口听到过，他们俩吵架。这金美丽就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承受不了你的压力了，完事什么啊？连你的父亲也讨厌我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听着金美丽说这些话，我气的，我当时就想冲进去抽这个龙吟。你说我不救他，谁救他？你不觉得自己太多情了吗？没有，我觉得金美丽心里有我。你怎么知道的？那当然，这金美丽在很多公开场合就曾经说过，我比他们家龙吟强，比他们家龙吟能干什么什么的。而且金美丽还曾经给过我一张话剧票，叫《安娜·卡列尼娜》。我不懂话剧，但是我这次懂了。这个安娜比她丈夫小20多岁，合不来俩人，一点都合不来。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跟她年龄差不多的男人，哎，就很幸福。当时我看着这个金美丽在台上说那台词，
一字一句听得真真的。我就在想，这金美丽分明是说给我听的。我懂了，我这回懂了。这金美丽请我来看话剧，原来她的本意是想向我表明她的心思。哦，所以你就雇人杀了龙吟是吧？只要除掉龙吟，金美丽就是我的了。我想，金美丽可能也希望我这样做吧。你怎么知道啊？她给过我暗示。给你什么暗示了？我曾经接到过一张她亲手打印的字条，上面写着“清除障碍，幸福自来”。我寻思着，这障碍就是龙吟吧？他亲手给你的？那当然不是，他没那么傻吧？他是把字条放到我的信箱里，我开信箱时候发现的。那字条是打印的，你怎么知道是靳美丽打的呀？收字条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转悠，他还问我字条收到了吗？我说收到了。他说那就赶紧办吧。我当时就想，该下手了。那你说山影插屏是用来做什么？没有卖。卖给谁啊？有人出高价钱收购。我在一个旧货市场遇见一个倒腾古董的，他愿意出50万收购这个山影插屏。长什么样啊？年龄有50多岁，样子我还真说不上来呢。那你们是怎么联系呢？他给我留过一电话，电话我记不清楚了。你别耍花招。没必要。你说我该说的都说了，我耍什么花招？我没必要替别人瞒着什么，是不是？再说了，我也恨不得多带走几个。那你坐这儿想吧。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曾经接到过一张他亲手打印的字条，上面写着“清除障碍，幸福自来”。他还问我字条收到了吗？我说收到了。他说那就赶紧办吧。他最喜欢我这个样子了。他说我这样懒洋洋的，很可爱。我在他们家门口听到过，他们俩吵架。这金美丽就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承受不了你的压力了，是什么啊？连你的父亲也讨厌我什么什么的。”我回来啦。哎，怎么样了？我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金美丽说有一个上午啊，警察来找牛三宝，让去派出所给他店里招的打工人员办理暂住人口手续。正好他不在，金美丽呢就给他写了张纸条，给他扔进信箱里了。这么说，扔纸条的事儿确实有，但不是那张纸条。我跟派出所同志核查了一下呢，金美丽说的是事实，也就是说呢，这里面有人做手脚。从信箱里呢拿走了金美丽用手写的那张纸条，扔进去了牛三宝给我们的这张用电脑打印出来的纸条。这么说，靳美丽的嫌疑就洗清了。哎，等会儿，就算是这个纸条不是靳美丽写的话，那她和龙吟吵架总是事实吧？那更是个天大的误会。哎，你读读这段。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不能整天受这个罪。你的父亲也讨厌我。雷雨第2段樊姨。靳美丽在背台词。这牛三宝也是不学无术，全弄拧了。牛三宝利用带枪买凶杀人，可还有人在利用刘三宝，这人会是谁呢？我觉得这是连环套。
怎么样？有结果吗？这种纸质啊很粗糙，打印的人十分小心，所以没有留下指纹。这是什么呀？我检测过了，这是一粒茶渍。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真的？我只是想挣点钱而已。那2个人什么人呢？你怎么认识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找的他们的。什么老太太？ 10几天前，我没事儿，我就到金美丽家周围附近转转。后来我发现有一个老太太也在那儿每天晃悠。长什么样啊？大概有50多岁。声音有点嘶哑。她穿一件蓝色的上衣，看起来有点怪怪。叫什么你知道吗？这我不知道。 不过是他主动找我搭话，说他有2个侄子，没活做，想挣点钱，干什么都成。干什么都成。对，他还特别强调了一下，只要能挣到钱，做什么都成。大家，我再问你啊，这山影差评并不值钱，你为什么要投他？这我怎么知道？这你得问牛三宝去。你跟牛三宝怎么认识的呀？是在金美丽家认识的。 因为不太熟，所以说话不多。这次投山影差评是他找的你？是的。你不是说跟他不熟吗？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不找一个熟人，他干嘛找你啊？10几天前，我们在一个餐馆里见了面，所以就坐在那儿一块儿喝了2杯。那天他喝多了，他就跟我谈起了美丽。我知道他也喜欢美丽。 我们俩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所以我劝了他几句。你劝他？劝他的意思就是美丽结婚了，劝他死了这份心。我劝他的同时，也在劝我自己。就在酒桌上，他跟我谈到了山影差评的事儿。然后你就开始动心思了，是吧？你说什么？你一直对靳美丽不死心，所以这回想借牛三宝的手，除了龙吟，是不是？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是不是你冒用了靳美丽的口气，往牛三宝的信箱里扔了那张纸条啊？所以才让牛三宝杀了龙吟？你凭什么这么说？凭什么？我就凭这个。认识吧？你们想炸我？这上面有你的指纹。我不信。这上面不可能留下什么指纹。你要知道，这上面有多少人拿过它。 上面有多少指纹，已经都分不清了。你凭什么说那上面有我的指纹？这种纸上确实不容易留下指纹，也确实被好多人拿过。可我们就偏偏在这上找着我们最想要的你的指纹。不可能，我是戴着。你是戴着手套打的是吧？啊？你忘了？你打字的时候还喝着茶呢。 茶水已经透过手套，把你的指纹留在纸上了。而且这种东西谁找别人打呀？啊，打这种东西的人肯定就是背后的凶手。靳美丽的电脑我们已经查过了，根本打不出这种字体。只有你这种在广告公司上班的 IT 一族才有这种先决条件。好，好，本来是完美的。 本来应该是完美的，我不应该出那样的错误。因为你聪明啊。本来牛三宝想利用你，没想到却被你给利用了。他是什么？狗屁不如！我是谁？天才，天才！我的计划本来不应该失误的。如果不是那一滴水。 如果一切从头再来，你们休想把我抓到这儿，休想！你挺自信的呀？难道我不应该？那我告诉你啊，
茶水就算透过手套，也不能在纸上留下指纹。你说什么？我要杀了你！带走。哎，你是在炸他。怎么样？哎，队长，龙吟的案子可以结了吧？我们现在不正讨论这事儿呢吗？尤三宝跟戴强不是都招了吗？认是认了，可这里确实现在还有疑问。什么疑问？你看啊，戴强口供里不说过一老太太吗？我们现在怀疑那老太太就是贾吴玉珍。另外，牛三宝说的那个买山影那人是谁，到现在也不知道。戴强利用牛三宝，谁又利用戴强，这两件事搁在一起，龙吟死肯定不那么简单。哎，你是不是说这个案子和连环杀人案有关系啊？现在虽然没有证据，但这里肯定有事儿。我看，咱们不要放过任何可能性。跟您商量一下，咱能不能跟外边说这案子已经结了？如果这两件案子确实有关联的话，咱最起码不能让对手说咱还怀疑他，这样咱不好办点吗？行，今天时间太晚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廖总的工作也要注意休息，谁倒下对咱们都是损失啊。嗯。喂，哎，丁玉阳，你的。哎。喂。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你是谁呀？我想奉劝你，不要再管龙吟被杀案了。你怎么知道我抓不着你啊？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劝告，你会后悔的。你什么意思吧？啊？我的意思很明白。你要是不听劝，就小心你的狗命。查着没有啊？地址是医院。快，牛三宝，告诉队长，另外看那边有没有咱们人。王川，你带麦欧，带2个人去牛三宝的房间。龙玲，你们俩跟我在这守着，保持联络啊。明明，我是王川。尤三宝已经死了，凶手想趁火警之机逃脱现场，可能还没有走远。你在门口密切观察可疑目标。你给我在楼里好好再搜一遍。是，你们2个留守现场。
线索全都断了。都怪我，我早就应该想到了。牛三宝知道那人电话号码，那人怎么能不杀他灭口啊？这两天发生那么多事儿，你也够累的了，也不能全怪你。现在看来啊，这两个案子有关联是肯定的了。今儿这个人身手可敏捷了，不知道跟这贾吴玉珍会是什么关系啊？我觉得他就是幕后主使者，贾吴玉珍呢，就是他一帮手。为什么要杀龙吟啊？牛三宝跟戴强都是被情欲支配，被人利用，这人不会也是吧？而以前杀的都是女的，龙吟跟这些女的到底什么关系啊？山影差评。什么？什么？在戴强和牛三宝的供述里啊，都提过山影差评，咱们现在只能从山影差评里找线索。建制上关于山影插兵那些都给撕了，我觉得凶手肯定想隐瞒点什么。这山影插评的秘密啊，肯定与本案有关系。而且龙家村知道龙宝生一家的人已经都不在了。这龙老伯啊，让咱们到龙家村来看一看，我就有一种预感。你想啊，这龙家已经搬离这个村子100多年了，没有人再认得他们，更没有人会记起这个山影插评。可是龙宝生说过，以前他在他们村里是首富啊，干嘛要走呢？难道是因为仕途？他们家没人当过官啊。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山影插评呢？我觉得即便不是因为，也有这种可能。哎，我真的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了？不知道，就是觉得要出事儿。你别把什么事儿都往坏处想，疑神疑鬼的。我真的怕咱们看见咱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啊。行了，上车吧。救命啊！哎，怎么回事？血都快流完了，我求求你，能不能把他送到医院去吧？我们走了好长的路都没有车。那快上车吧，赶紧上车，走，上车。老师傅，住院手续我给你办好了，这发票你收好了啊。谢谢谢谢谢谢徐大叔，你们都是大好人呐。谁都不能见死不救啊！等我杀完猪，一定抽出钱还给你们。不，钱的事儿以后再说。谢谢谢谢。你有了钱，先给他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好吗？谢谢谢谢。那我们走了。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刘所，哎，你好，走走走走走。哎，小吴不错啊，怎么着找我什么事儿啊？啊，前2天我们逮一个人，听说跟你们现在查的那个案子有点关系啊。谁呀？采石场的龙霄，龙吟他弟弟，犯什么事儿了他？前2天我们在洗头房逮着他，本来罚点款，把他放了算。谁知跟他鬼混的那个女的来告他是虐待。哎，这是那个女的拍的取证的照片，你看看。人呢？走了，他叔叔来保的他。你怎么给放了？放心，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了。虽然我不是大侦探，但是这些照片不能定他的罪，所以我决定放长线钓大鱼。当然，这个钓大鱼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嘿，行啊你啊，不愧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行啊，等破了案我给你请功，好吧？什么请功？请客。请客，我请你行。来，里边请，里边请。好。来，你来。哎，坐。怎么样？去了一趟我们龙家村。嗨，100岁以上的老人都去世了，没什么线索。我们龙家当年在村子里边啊是个大户，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都没人知道了。说啊，我先出去一下啊。哎，你等一下，我就是来找你的。找我？对不起，我有事儿。哎，龙虾。哎，你看，我耽误不了你多一会儿。哎，这样，我出去买点早点。
啊，你们谈。您忙，您忙，您忙，您忙。嗯。找你来什么事儿？知道吗？知道。从一开始对我印象就不好，可算逮着机会了，那还不得好好修理修理我？我呀，确实对你没什么好印象啊，可我不会以权谋私，说服我的只有证据。很好，证据呢？这能说明什么？啊？你说呢？找你来什么事儿？知道吗？知道。从一开始对我印象就不好，可算逮着机会了，那还不得好好修理修理我？我呀，确实对你没什么好印象啊，可我不会以权谋私，说服我的只有证据。很好，证据呢？这能说明什么？啊？你说呢？什么都说明不了。他不是要告我吗？让他告去，大不了给他点补偿，反正我有的是钱。我问你，干嘛要这么做？不干嘛，好玩。好玩？那个连环杀人案弄得人尽皆知，我只是一时兴起。再说这种女人，她提议的那是。祁红案所有的细节我们都保密，这女人怎么知道的呀？你问她去。你还挺自信的啊。这自信的人到什么时候那都不会输的，尤其是跟你这种人打交道。好，我问你啊，你们家那山影插屏，你知道什么不知道？在我印象里，这是个不吉利的东西。小的时候，每年的10月中旬，我父亲就一个人待在书房里，面对着山影插屏发呆。我们也都习惯了，谁都不去打扰他。你看过你们家那本族谱和县志没有？那东西哪能轮到我呀？我爸死了有我叔，我叔死了还有我哥呢。还有事没有？有事儿。我问你，上个月的农历10月15你干嘛去了？谁还记着农历呀？阳历的11月18。你等着，我去查查日程去。电话。喂。喂，你好，请问于嫂在吗？啊，她刚才还在这儿呢。那，你有什么事儿？她今天说好了来教戏的。嗯，哎，正好，哎，于嫂，来，有人找你去教戏。谢谢啊。哦，家里出了点事儿，今天来不了了。你们自己练吧，啊。哎，好。明白，嗯，好，这事就这样啊，嗯，好。11月18号，我在家里头跟叔叔喝酒。晚上12点钟，采石场来电话，出事儿了，我就过去了。出什么事儿啊？小面积塌方。平常你都住哪儿啊？采石场，有事儿的时候才回来。这几天。这不是刚让你同行给拘起来了吗？今天才回来，还没来得及洗澡呢。还有事儿没有？要没事儿，我上去洗个澡。你去吧。哎，来，哎呦，早点买来了，来，一块儿吃，在那边吃。不，还有事儿，先走了。哎，别，你看，真有事儿。哎，对了，伯父啊，这龙骁也会种兰花。我们龙家人都会种花。龙骁啊，这个兰花种的特别好。去年他培育了一株那个公爵兰，在荷兰还拿过金奖。哦，好，我先走了。哎，来吃点吧。不吃了，我走了。好。哎，您留步。好。
半个小时以前发现的。原来啊，以为是尸体，结果打捞上来以后，发现是一些衣物，还有一双旧胶鞋和一个假发套。这么说，根本就没有这个老太太。这么一来更难办了。这装扮老太太的人可能是男，也可能是女啊，而且这年龄也不好确定啊。现在看来啊，那个老太太很可能就是凶手本人。反正不管怎么说，都得把她找出来。哦，对了，雷鸣，你那天给我那本县志哈，我已经鉴定过了，但是我在里面啊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你不是说中间有几页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掉了吗？可是我发现是被人撕掉的。被人给撕了？对，我检查了断口处，还是在不久前刚刚被撕掉的。这就奇怪了，能够接触这几本县志的只有龙家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撕掉它呢？会不会他们家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我觉得预测很可能会变成现实了。什么预测？就是咱们很可能看见咱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你是指，凶手就是龙家自己的人？龙霄？怎么可能？龙吟是他亲哥哥呀。他还是个栽培兰花的高手呢。你是说，宁阳案的刘金平很可能也是他假扮的？我觉得有这可能。可是这一切，又为了什么呀？谜底啊，就在这少了2篇的县志里。把龙霄抓起来。嗯。喂。什么？这好像是龙霄的遗书，看上去是畏罪自杀。死者生前最后见到的女人叫梅艳，是死者上司李国豪的老婆，2个人多年以前就暗中有来往了。但梅艳说呢，她走的时候龙霄还好好的，这点我们已经跟大厦的保安证实了。确实，梅艳走了以后，大厦的保安上去给龙霄送过信，所以现在梅艳的嫌疑我们觉得可以排除了。现场遗留下来的遗书纸张跟龙霄打字机里的纸张完全一样。而且龙霄的电脑里还有一份没来得及删掉的遗书的原稿，在电脑的主机、键盘、鼠标，还有死者自杀用的手枪上，我们都只发现了龙霄一个人的指纹。现场的地毯上有烟头、鞋印儿，鞋印儿是龙霄的，烟头上的唾液跟龙霄的完全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呢，想龙霄在死之前确实经历一番特别严重的心理挣扎。再有，在河中打捞上来的衣服、头套和龙霄的身材是吻合的，还有那双鞋，经家属辨认，确实是龙霄当年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祁红案现场提取的脚印呢，也确实是这双鞋留下的。再有，龙霄的血型为 AB 型，在他头发上的附着物中还有一些粉末，这些粉末恰恰和祁红案中纽扣上所留的粉末是一致的。所以，综上所述，我们推断凶手是龙霄无疑。好，太好了，案情大有进展啊！大家辛苦了啊！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啊！队长，您能让我们先睡觉吗？行，马上就睡觉。真的没想到这样的结果。龙爷要是知道是他弟弟把他杀了，他一定会死不瞑目的。我觉得好就好在他不知道，这样他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伤心。这个世界也太可怕了，连亲骨肉都要相互残杀，以后我还能相信谁呀？人呐，不能老因为过去放弃了对未来的希望。海明威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世界是美丽的，值得我们去奋斗。是你的座右铭吧？我就相信他说那后半句。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把过去忘了好吗？好好的。我真的没办法，我忘不了他。我现在天天都想起他，我想他，我的心好疼，我觉得都疼到我的骨髓里去了。今天我来的路上，看到月亮好圆，
可是人已经不能圆了。我生日的时候，正好是射手座的第一天。射手座的人最喜欢挑战的，是吧，大明星？不哭了。请问找谁？于嫂啊，我想找着龙老伯。他睡了。那您给我叫点龙夫人好吗？那，请您等一会儿吧。龙夫人，电话。哦。谁呀？龙夫人，我雷鸣啊。雷探长啊，老头子最近啊太疲劳了，今天早早的就回自己的屋里睡了。你要问什么？尽管问吧。我想问您一下，于嫂是什么时候到你们家的？然后跟你们家关系怎么样？你问这个干什么？这个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啊？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呢？龙林，快过来看。哟，我的先知。用7个农历10月15出生女人的血，洒向山影插屏，以获取宝藏秘密的传说纯属子虚乌有。我知道少那2片是什么了。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那6个被害人的农历生日。好。这6个被害人的农历生日全都是10月15。王春那本万年历呢？啊，在这儿。还有第7个人呢。第7个。马上通知王春和麦欧，赶紧集合。好。怎么是你啊？你们怎么在这儿？深更半夜的，你闯到一个女人的屋里头，别有用心吧？前几天这不是闹过贼吗？我把他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哎，来，坐啊！今天晚上月亮是真好，是不是特别适合你干点什么呀？你说什么呢？我不懂啊。11月15之夜，要用7个农历10月15出生女人的血洒向那个山影插屏，你就能知道你们龙家200年前埋葬宝藏的秘密。哎呀，你这说什么？我不懂啊。这你都听不懂了？哎，这可是我从你给我那本县志上找着的。县志？县志上没有这一段。没了什么意思啊？哦，你看过县志了？那上面有几页被人撕掉了。被你撕了吧？当然不是。但是我知道是被谁撕掉的。谁呀？龙啸。你还是真聪明啊！反正死人不能开口说话，是吧？
你也不是傻人嘛，难道你不明白龙霄为了掩盖他杀人的罪行，什么都可能做出来的吗？虽然案情的所有线索都指向龙霄，可是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谁呀？你呀？我？谁会相信你的话？会相信他的话吗？你真是太有想象力了。你不仅杀死了龙吟，你还杀了龙霄，你还杀了6个年轻无辜的女孩。你胡说！你血口喷人！你瞧瞧你那双手，你那双手沾满了血，哎，你就不怕那些无辜的灵魂向你索命吗？你冤枉好人，我要控告你们。我还真怕冤枉了你。这么着吧，我给你个证明你清白的机会啊！照你说的，龙霄是杀人凶手，那他应该知道山影差评的秘密吧？那本县志一直在你那儿保管着，哎，你不知道？我说过，我知道啊。可是我不忍心让我的侄子毁掉。那你也就是个知情不报了。也可以这么说吧。贵妃醉酒你唱的真不错呀。你说什么呢？这你都忘了？那天我去你家，听见你在里边唱《贵妃醉酒》，哎，我还真以为是个女的唱的呢。这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你再唱一遍。你真无聊，真无聊！我没有见过你们这么无聊的警察。我告诉你啊，这是唯一一个能让你活命的机会。如果你能再给我像那天一样唱一遍《贵妃醉酒》，我现在就放了你。哎，你给我唱。我这2天感冒了，嗓子不好。还真巧。你呀，你确实是个好演员，你就是可惜不会唱《贵妃醉酒》啊！我以为是个女人唱的，我一点都没想错。把她带进来。于嫂，不用我给你介绍了吧？那天的戏就是她唱的，她是票友，会唱《贵妃醉酒》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你为什么说是你唱的？龙宝生，你那天心太虚了，你生怕我知道他是个好演员，因为吴玉珍就是他扮演的，他是你的情妇，还有帮凶。你又在血口喷人！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参与任何犯罪的事儿。如果说这个人是帮凶，那也是他跟龙霄合谋。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我还是从你夫人那儿知道的。你要问什么？尽管问吧。我想问您一下，于嫂是什么时候到你们家的？然后跟你们家关系怎么样？你问这个干什么？这个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啊？我一开始也想过，他会不会是跟龙霄一块儿？但是我从你夫人的嘴里听出了你们俩有暧昧关系。要不要我现在把你夫人叫过来作证？如果他要跟龙霄合作，他犯得着穿着龙霄的鞋去作案吗？那样戏就太假了。这分明是你跟于嫂串通好了，要嫁祸给龙霄。把他带走。叔叔，你为什么要杀我呀？就是因为你的生日，你的生日是射手座的第1天，我查了万年历，正好是农历的10月15，所以你就成了他最后一个祭品。我生日的时候，正好是射手座的第1天。你听我从头说，宁阳案以后，你一直精心地选着下一个目标，你选定了祁红，你让于嫂冒名吴玉珍进外贸公司当清洁工。啊，祁小姐，哎，
观察好了之后，你决定在祁红生日聚会以后动手，因为再过2天祁红就结婚了，再动手又不那么容易了。谁呀？呀，吴大姐呀，是你啊，秦小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快请进。你从靳美丽那儿听说我们正在全力侦破祁红案，于是你就开始着手消灭所有的证据。你跟于嫂去了宁阳，把最后一个证人给逼疯了。这时候你已经杀了6个女孩了，究竟谁是你的下一个目标啊？我虽然知道靳美丽的生日是农历的10月15，但这还不足以证明她就是你的下一个目标。我想起了你那7幅仕女图，你跟我说过有1幅是照着靳美丽画的，你不知道吧？在你进来之前，我看见还有1幅特别的像祁红。把这一系列线索串在一起之后，我才终于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哟，叔来了。你要杀靳美丽，必须得先除掉爱妻如命的龙吟。你从龙霄那儿知道牛三宝一直对靳美丽心怀不轨，于是你就想借牛三宝的手去除掉龙吟。你化妆去找牛三宝，说要用50万来收山影差评。牛三宝在金钱和爱情的双重诱惑之下，动了邪念。他喝醉酒以后找着戴强，跟戴强说了偷山影差评的计划。你小子他妈赚了，山安平，你拿过来，给你1万块钱。戴强一直对靳美丽不死心，于是就冒充靳美丽的口气，给牛三宝打了那张清除障碍、幸福自来的纸条。这样就更加坚定了牛三宝杀龙吟的决心。左贼呀！左贼！来人！左贼！正对，对，左贼！左。至于祁红手里纽扣上的石粉，虽然费了番周折，但我想明白了。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时候，在你的桌上放着那些印章，全是你亲自刻的。印章的石材就来自龙霄的采石场，所以2种石粉的质地一致，一点儿都不新鲜。你不愧是个大侦探呐！如果你改行去写推理小说，恐怕比干侦探还好。但是你这个编故事的高手，说的完全不是事实。龙霄才是杀人的凶手，你说是我？你要抓我，你拿出证据来。你确实一直做得特别聪明，
真是差一点就让我觉得凶手是龙霄。可你这人做事儿也太狠了，你真不应该杀了龙霄啊！龙霄因为嫖娼被拘留了，这正是你给他栽赃的大好机会。那天我去你家，你借口买早点先走。我出去买点早点啊，你不谈？你忙。然后你给龙霄和他的情人梅艳打了个电话。你知道我肯定得跟踪龙霄。梅艳的出现只是在我眼前又多了一道屏障。等梅艳从他办公室走了以后，你进了龙霄的办公室，开枪杀了他，你还伪造了自杀的现场。叔叔，来，快来坐。哎，这2天忙坏了都。胡言！你一派胡言！龙霄是自杀的，你们讲的呀？手枪上只有他的指纹吗？手枪上确实只有龙霄的指纹，可是我们在现场看见了这个。这是什么？这你都不认得？这叫头发。我们在来之前已经去了你们家了。在你枕边发现你的头发，经过 DNA 鉴定，跟现场的完全一致。你们有什么权利搜查我家？我觉得你的夫人真是太可怜了，她对你做的所有的事儿都蒙在鼓里。但是她告诉了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你的血型是 AB 型的，跟现场留下的完全一样。我是 AB 型的，是 AB 型的，我就是罪犯。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哎，这你认得吗？就差一个人的血，你就能用它擦那个山影插屏，然后知道你们宝藏的秘密。你怎么会发现这一切呢？因为一个真正的凶手啊，在目的没达到之前，绝不可能自杀。今天月圆之夜，你就差一个人了。多大的一切，全让你给毁了！
全让你给毁了，我一辈子的心血。难道你不想知道？难道你不想亲眼看一看这隐藏了200多年的天大的秘密呀？多大的一口气，活着一辈子，哪儿那么多财富？你祖先在县志上编造的那些内容，那根本就是个笑话。哎，我也让你明白明白。这本县志上还有你没见过的东西，来，你看看这儿，这段文字你没见过吧？要不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啊，我也看不着。就是为了警示后人，200年了，没有一个人去为这笔虚有的财宝杀人。你龙宝生这么个学识渊博的人，却干出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儿来，你真可悲呀！瞎说！你瞎说！我不会让你抓到活的！带走。说什么呢又？肯定没好事儿。哎，是好事儿，绝对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儿？说听听。那个，今晚上有人请客吃海鲜。啊？谁请客吃海鲜啊？你呀。金江，金江，金江。金江。你好，请出示驾照。警察同志，我怎么了？这条路不许掉头的，你不知道吗？哦，真对不起，我下次注意。您这次别罚了。邱卫东，哈，违章驾驶的好手啊，下次注意啊。哎，您别罚了，我下次注意还不行吗？不行不行。啊，再见。
喂，哪位啊？我是丹尼。丹尼啊，你回来了？我回来了，是度蜜月。度蜜月？我现在有点急事想找你商量。本来不想麻烦你的，可是我离开那么久了，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你现在有空吗？哦，有。你在哪儿？我来找你。要不咱们老地方见吧？啊，好，再见。哎。喂，哦，我跟你说，我来不了了。他会不会有？他和你不一样，他不是那样的男人。现在状况我都快急疯了。你是否觉得我伤悲？除非你是水，将我温柔地包围，才会发现我真的流泪。如果我是一朵花，你是否觉得我最美？除非你试图将我深深地栽培，才会发现我害怕枯萎。除非你能读懂我的眼泪，除非你能让我永不枯萎，除非
丈夫失踪了。哦，我叫修卫东，我是他的大学同学，以前呀，她是我的女朋友。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像我这样对你一往情深的男人，算不算是他的仇人？你别胡说了。你的意思是说，吴丹妮是知情人，她和这个谋杀案有关？我叫申静江，是和我太太啊来这里度蜜月的。你千万别告诉我是申静江找着了。